大家好，我这个金鱼的毛衣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分成几部分完成的。首先完成的是这个金鱼啊这部分，这个横织的40针，织了7个金鱼，然后再从上往下去挑织下半身，再就是2个袖子，然后是这个门边，这个适合4岁左右小孩子穿，用了6团这个3股的这个松鼠绒线。针我们用的是4.5毫米的棒针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来给大家更新一款小金鱼的毛衣。这毛衣的话是横织的啊，这样子起针往横着去织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起针演示，这里起的是41针，准备一个4.5的一个毫米的棒针。线的话，我们用的是这种3股的一个松鼠绒线。我的手是松一点，我用一个4.0的棒针去演示。起针的话，我们把这个线在食指上绕个线圈，拿出来，立的交叉处，长线从线圈套过来打一个结。好，线圈套到针上去，给它轻轻带紧。我们采用平针起针法，第一针我们向下圈，再绕线勾出。好，勾出的线圈呢，给它套左针上去啊，看左针从这个线圈中间圈进去。圈进去以后不要拉紧，第二针从2针的中间位置，也就是圈2根线圈进去，再线带紧，绕线勾出，勾出的线圈重复给它套到左针上去。每次套上去先不要拉紧啊，等我们的右针圈进去再给它轻轻带紧，轻轻的拉一下，然后再绕线勾出。好，再给它套到左针上去，这样子在左针上去的一个线圈就代表1针哦。我们如果是起41针，就是数41个线圈就可以了。就是注意一下松紧要统一啊。等我们的右针圈进去，再轻轻拉一下啊，这个松紧每次拉要一致。再绕线勾出，勾出的线圈套到左针上去。好，我们就这样重复去起针，大家自己把41针给它起完。好，我们41针起好了，大家数一下，一个辫子代表的是一个线圈，代表是1针。一共是41个针，41个线圈啊。然后我们这里以这个小版型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排花大家看清楚，这里是2加7，就说明这里是7针，这2针的话是这个鱼骨针，这里的话4加10，这4针是灯笼花，然后这10针的话是这个针反都织搓板针的，全部织下针的。好，这里的话1加4加13，1就是1针边针，4就是这种4针的麻花纽，13针的话就是这里的搓板针，就是这一块。那我们就按着这个去给它织，去排花。先给它织7针下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然后2针的鱼骨花。那我们鱼骨的话是先织第2针，先织第2针下针。好，把线拉长一点，再来织第1针的下针。2针织好，同时退掉，这个就是鱼骨针。好，后面我们织10针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后灯笼花的话它是4针，我们来织个灯笼花。这里灯笼花的话是2针跟2针兑换位置，先往外翻，就是里面的给它放到外面，放到上面，往外翻那我们的左针给它从后面去把第1针给它圈起来。好，右针从上面去把这中间这1针给它套到我们左针上去先织。好，再来织这1针。那这2针的话，我们挑过来以后，这里是算中间那1针，我们从上面给它
挑起来，第二针从后面给它挑着，放到前面去织，相当于往外翻啊，中间2针往外翻。好，灯笼花织完以后，一时3针的一个搓板针，也就是正反都织下针的啊，2针、3针、4针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然后就是4针的麻花纽。4针的话，麻花纽我们也要织这个3行再来扭一次，所以说这里的话继续去织下针。最后一针边针我们给它把线绕上来织上针，织好以后翻转织物。好，每排的第一针给它这里这里是尾部，这里是结尾部，挑。好，这里4针的是麻花纽的地方，我们把线绕上来织上针。1、2、3、4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这里是13针的搓板针，正反都是织下针的这里都是不变的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然后这里4针是在正面是灯笼花，在反面它是上针，那我们把线绕上来，向上织4针上针。然后把线放下去，这里有10针的搓板针，就是正反都织下针的，2针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那织好以后，我们来数一下，这前面是不是2、4、6、7针的，然后再加2针鱼骨针，刚好是9针。那我们织到这个鱼骨针这里，我们就给它翻转织物。翻转织物以后，接着往后面去织，这个头就不织了。这里的话就是起到我们在引反这个领就是让领的话就是给它小一点，就像那个挖领一样的感觉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开始来织后面的。第一针呢，我们给它从上往下拨过来，线带紧，从上往下给它绕下去，然后再去给它织下针。好，织到灯笼花来了。这个灯笼花的话，每次正面都要给它去织的，就是先前我们是往外翻的，那现在我们要往里面去给它扣上就是把外面这一针放到上面，这边一样的，外面这一针放到上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比如说我们把这2针挑起来以后，外面这一针是这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从上面给它挑了，好，然后呢，从后面去把中间这一针给它圈到前面去。好，这边一样的，外面这一针在上面那我们就从后面去把中间一针圈起来。好，后面这一针就放到上面来了，就形成了一个圆圈。先前是往外翻，现在是往里面去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就给它完成。后面的话就是全部去编织下针13针，加上4针的这个麻花纽。好，最后一针编织边针1针上。好，再把它翻转织物。翻转织物以后呢，我们第一针每排都是在尾部，这是尾巴部，第一针正挑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这里有4针是麻花纽的，我们这4针要织上针。
织完以后把线放下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我们这里一共是13针，给它织完以后，又是翻卷织物。好，这里的话，翻卷的地方刚好在这个灯笼花，就像我们已经把它分开一样的啊。你看我这里做了记号，2加7一个分界点啊，4加10一个分界点，我们就是以这分界点的话来给它引反的啊。我这里给它画一下啊。我们第一次织是织到这里来，第二次呢是织到这里来。好，我们就重复1、2啊，然后1和2织完以后，我们等一下再说。现在呢，我们是要织2，你看我们织到这里来了啊，是在反面引反的，织到刚好织到这里4针的话，一个灯笼花，对吧？在这个分界里翻卷织物，灯笼花这里就不织了啊，前面。好，开始也是一样的正条，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。好，再给它去织下针。好，这里的话要织个麻花纽了，已经织了3行了。我们前面2针和后面2针随便哪个放在上面，但是我们要一直统一。如果把前面2针放在上面的话，我们就一直放在上面啊。好，给它前面2针和后面2针兑换一个位置以后，再去织下针，这就是麻花纽。好，最后一针永远不变，把线绕上来织上针就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织完了，我们现在再来织反面。第一针正条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这是4针的麻花纽，反面织上针，2针、3针、4针。然后把线放下去，这里的话我们全部去给它编织完成啊。这里的话都是下针，因为刚才已经说过了的，我就直接织快一点，都是下针。然后这个因为刚才这里有一个引反的，对吧？是2根线的啊，那我们就给它2根线一起向下织掉。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知道，这里的话是一个灯笼花，在反面是织上针的，把线绕上来织4针上针，然后再把线放下去，这里织10针的下针，这个是正反都织下针的一个单搓板针。好，我们又织到这里，你看第一次引反的地方，这也是2根线，对吧？也是2根线一起向下织。然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这前面2针是一个鱼骨针，在反面也是织上针的，把线绕上来织2针上，然后再把线放下去，这里就是7针的下针，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，好，7针，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啊一个循环的引反。好，我来给它画一下啊。我们第3次在反面就给它织到头来了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衣服的话就重复这样子去织的啊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从正面也是这样子织过来，然后织到反面以后，然后织到这个鱼骨这里，给它去吊卷头。好，又从正面织过来，织过来以后再反面织过来，织到这个灯笼花这里啊，灯笼花前面就不织了，又给它引反过来。引反过来以后啊，我们正面又织过来以后，然后最后呢，从反面一回来给它织回来，织到头。好，就重复1、2、3这样子的去引反去织就行了。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组啊。好，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1、2、3去循环的去编织，现在我们又开始重复。
给它第一针向上挑，再把线放下去，这是头部啊，向上挑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然后再来织下针。来，正面鱼骨针，先织第二针下针，再来织第一针下针，织好2针同时退掉。这里10针下针，好，4针的灯笼花来了。我们现在又开始往外扩，就是把中间的这2针往外翻，放在上面。为了方便大家看，我这里不移了。我们先把中间这一针从上面给它挑起来，这一针放下以后，从后面给它穿到左针上去。你看现在是不是把中间这一针给它放到上面来了？好，这一针我也不移，我从后面去把第2针给它穿起来，中间这一针放掉以后，从上面给它挑起来。好，这个就是外翻。好，这里的话10几针的下针，6针的这个4针的这个麻花纽，最后一针边针尾巴的啊，把线绕上来，织针上针，然后翻卷织物。好，继续编织，这个尾巴这里啊，第一针也是正挑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织上4针，这个上针是麻花纽的地方。然后把线放下去，我们要熟记这些针法啊，位置都给它记住。这些针数的话，这个花纹呐，都是已经固定好了的，不变了的。好，织到这里，正面呢是灯笼花，反面呢就是上针。把线绕上来，织上针，织4针上针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然后是10针下针。好，织到这个正面是鱼骨针，这里的话，我们又要引反了，翻卷织物。好，第一针正挑过来不织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去绕线。好，因为这里是下针，那我们直接全部去织下。好，又到了这个灯笼花这里来了。刚才是外翻的，现在呢往里面扣啊，我也不移。来看一下，第2次的话，中间的给它在后面，在下面啊，那外面的给它放到上面。好，我这边也不移，你看，外面的放到上面，中间的给它放到下面，后面的啊。好，现在已经有2个完整了，你看，往外翻。往里面移，好，这里的话是织下针。好，麻花纽这里又开始扭了。
我是把前面2针放到上面的，所以说从后面先去圈后面2针，然后把前面2针给它移后去，接着织下针，最后一针边针把线绕上来织上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织反面，第一针正挑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织4针上针，是麻花扭的地方，3针、4针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织下针。好，这里的话，给它织到这个灯笼花这里啊，我们就给它要翻卷。如果你在织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要在哪个地方引反了，自己做记号，或者是看这个。你看我们引反的话，这一针的话，我们是2根线的。那我们这里有2根线，说明我们刚才在这里引反的。所以第2次引反的话，就在灯笼花这里。织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就翻卷织物。第一针正挑不织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。你看一下，是不是引反的这个地方的话，一针是变成2根线了呀？现在不需要扭麻花了，这一行这里10几针全部织下针，最后一针织上针。好，再给它翻卷织物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引反的地方变成2根线了，这个引反的地方也变成2根线了。那这一行的话，我们全部给它织完，全部织完，就是这样子重复1、2、3去给它引反就行了。刚才说话忘记了啊，这里织4针上针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然后其余的织下针。好，织到这里，你看这个引反的地方，这里2根线，我们一起向下织。好，那这前面的是灯笼花的，就把线绕上来，织4针上针。好，再把线放下去，这里是10针的下针。好，这里引反的前2针的话是鱼骨花，在反面也是2针上针。好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织7针的下针。好，这1、2、3的话又是一个旋环完成了。现在的开始的话，我们来织金鱼啊部分。花纹部分的话，我们已经示范了2次，引反了2次啊，它就是重复1、2、3这样子去给它去引反。花纹部分的话，还是一直这样子重复去编织就行了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头部第1针是上针上挑，现在上面再把它放下去，然后织下针。好，鱼骨花先织第2针，再来织第1针。好，灯笼花的话，你看我们每次是不是完成1、2、3组以后，这个灯笼花又要开始起了。那我们这里又开始起啊，把中间的2针往外翻，放到上面。好，给它从上面放上来。
中间的2针放上面，这个是中间的啊。那我们就先从后面把后面的针圈着，然后从前面把中间这一针给它圈到左针上去，再织啊。后面的话，我们来织个鱼的眼睛，3针、4针、5针，2、4、5。好，这里的话我们织了5针下针啊，然后我们在这里织一个鱼的眼睛，一针里面织出3针出来，向下圈，绕线勾出，加1针，再圈进去织1针。好，这个的话织完3针以后翻卷织物。反面就织上针啊，给它3针织掉，全部织上针。好，再翻卷织物，就是把这加出来的这3针，给它重复去编织3行，反面1行，正面1行，反面1行，啊，这个3行啊。好，3行完成以后呢，第1针挑，最后2针一起织，然后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就行了，这个鱼眼睛就完成了啊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在后面啊去给它挑一个线，从后面去给它挑一根线，然后绕线给它全部勾出，就相当于让它这里固定起来。然后我们中间织1针下针，然后在这一针里面也是1针里面织出3针出来。这个金鱼是有2只眼睛的嘛，然后我们就织2个眼睛啊。这边也是剩余的5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再翻卷织物，反面织上针。好，正面的话给它去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。好，再给它翻卷织物，收针，第1针正挑。第2针和第3针2针并1针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，同样的在后面给它挑根线起来，然后绕线，这根线啊跟原先上面的一针一起给它绕线退掉所有。如果你不好退的话，你就这样子挑起来套，挑起来套。好，2只鱼眼睛就给它织好了。好，这里的话已经织了3行，这里又开始扭麻花了。我们从后面去把后面2针圈起来，上面2针从上面给它圈到左针上去。好，再把这2针也套回左针上去织下针。最后1针把线绕上来织上针。第1针正挑，把线绕上来织4针上针，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，然后把线放下去啊，这里是13针下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然后是灯笼花，把线绕上来织4针上，2针、3针、4针，把线放下去织10针下。好，又到这里开始引反了啊，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啊，在反面引反织过来，给它翻卷织物，给它正挑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，然后继续去织下针。好，灯笼花。刚才往外翻的，现在呢往里面啊，从后面把中间1针圈着，啊，外面的这1针呢放到上面去，
外面的一针放到上面，所以说就从上面去把后面一针给它圈起来。这一针呢，从后面去给它圈到左针上去。好，灯笼花已经完成了1个、2个、3个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来织金鱼。这个金鱼大家如果要织大一点的话，你就一针里面织出这个9针来啊。如果织小一点，就是一针里面织出7针来。你看2只眼睛中间不是有一个，那你就数一下啊。我们这里13针嘛，那就右边和左边各6针，那中间这针单的我们就来织鱼身，一针里面织出7针出来，织一针，绕线加1针，再圈进去，绕线织一针，3针了，加一针4针，再圈进去织一针5针，再绕线加一针就6针，我们再圈进去织一针出来就7针了，然后给它放掉。最后一针把线绕上来织上针。好，反面第一针挑，把线绕上来织4针上针，然后把线放下去。好，6针了以后，这里一针里面织出7针来，反面的话它是织上针的，所以说把线放上来织7针上针，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、7针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两边是各6针下针啊。好，又到这里又开始引反了啊！你看前面这里引反了，对吧？这一次的话到灯笼花这里开始引反。好，第一针挑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。好，这个金鱼部分的话，正面是织下针的，这7针，在反面就是织上针啊，这一个要记住。好，麻花的地方又开始扭了。这里的话，因为重复的扭是一样的啊，我就给它织快一点。最后一针织上针。好，织好以后翻卷织物，这一行我们全部织过头啊。第一针正挑，把线绕上来，先织4针上针。好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织6针下。然后7针上，把线绕上来。好，7针下，7针上放，织好以后把线放下去，再织6针下针。引反的这一针织完以后，我们就知道前面4针的话是灯笼花，在反面是织上针的。把线绕上来，织4针上针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织10针下。这里不需要去数针。因为这里有一个引反的啊，织到这里我们引反的这2根线一起织。那这前面的是一个鱼骨花，我们就把线绕上来织2针上，再把线放下去，这里是7针下针。好，我们又给它引反了啊，1、2、3，一个来回，对吧？就完成了。现在呢，这里的话，我们就一直这样子重复去织。我们把金鱼的部分的话织几行以后，我们再来收针。
我刚刚呢又完成了啊，我们知道从这里啊正面织过去，反面织过来，在这里引反，然后正面织过来，然后再反面在这里引反，然后再从正面织过去，反面全部织完，又是一个来回的一个引反啊，就是把这1、2、3给它完成了。然后我们金鱼的这一个正身部分呢也刚好给它完成。现在我们来完成这个金鱼身部减针啊，还是每次都这样，头部第一针是上针，我们上挑，线在针上，然后再把线放下去，然后再织下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2针的鱼骨花，先织第2针，再来织第1针，织好2针同时退掉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每次开始这个灯笼花第一次都是往外扩的呀？是不是我们完成了1、2、3这个去给它就引反啊，然后我们就从头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灯笼花就是又重新开始，先中间的往两边翻，放到上面啊，往两边翻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剪这个金鱼啊身部啊，第1针给它挑，第2针织下针，然后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就行了。后面剩2针，2针直接2并1，直接2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这个就在剪金鱼身部。就不管我们在织什么花啊，这个引反呢，一直循环1、2、3重复去织，然后呢，这些麻花扭啊，还有灯笼花呀，就是它该到了它去扭的话，我们就去扭，该怎么织就去织，这是不变的。麻花扭这里就是2针跟2针对换位置啊，无论哪一个放在上面都是可以的，但是一定要统一。尾巴第1针正挑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织4针上针。好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织6针下。再把线放上来，我们刚才减了2针，所以这里只有5针了啊。然后把线放下去，又是6针下。好，把线绕上来，4针的灯笼花上针，线放下去，10针的下针。好，你看是不是又要到这个鱼骨花这里又开始引反了呀？说这个引反的话，它是一直重复1、2、3这样子循环去引反的啊，其他的花纹的话就照织就行了。好，第1针给它正挑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去绕线，这个都是不变的，每次引反都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灯笼花往里面啊，往里面搭，那就是把外面的这1针放在上面，啊，外面的这1针放在上面。好，又开始剪金鱼身部啊，挑1针，织1针，然后把第1针挑起来，套过第2针就行了。最后2针，2并1，2针一起向下织。
这里只有3针上了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织6针下针。又到了灯笼花这里开始引反了啊，因为我们第一次这里引反了，第2次在灯笼花这里引反，所以我们翻卷织物。第1针正挑，拉紧线，把线从上往下绕上来，这样是起到一个消行的作用啊。最后2针一起织的时候，2根线一起织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大孔孔。好，现在金鱼尾巴只剩这个身部只剩下这个3针了，我们来收。啊，右针从上往下把前面2针给它拨过来不织，然后第3针织下针，然后我们左针挑起前面2针套过第3针，这样子就3并1，就把3针剪成了1针，相当于也是剪了2针啊。每次这个都是这样子去剪的。这个金鱼的话，它也是就重复的去织啊。我们给它演示的话，后面的大家就知道一直这样子去织了。好，这里的话我们把这一行全部给它编织完成啊。第1针正挑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织4针上针。好，再把线放下去。现在的话又是全部编织一时3针的下针了，那个鱼身已经完成了。啊，你看这里引反了，这边也引反了，所以说这一行就全部织到头。好，我们全部织到头了。下面呢，我们要该织鱼尾巴，但是在织鱼尾巴之前的话，我们还要给它织一点这个搓板针，所以说这里就不需要排花了，这里直接2面都织下针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该引反啊，还是按着织过来，然后反面到这里引反，再从正面织过来，然后反面这里织了引反，再从正面织过来，然后呢反面全部织回。就是重复1、2、3去给它引反，把这一组引反完成以后，我们再来演示。好，我们这里开始要织鱼尾巴了。我刚才已经翘过了一个1、2、3的一个引反啊，然后这里的话是正面织过去，然后反面的织过来，这里在这里引反了1次，然后现在是正面织过来。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，你就数这个疙瘩，从尾巴这个鱼身的这里数起，1、2、3、4已经有四排这个疙瘩了。那我们开始来织这个鱼尾巴，先我们织1针下针，然后呢，从这里，你看1、2、3、4，对吧？在这里给它圈进去。然后绕线勾出，勾的这个线给它要给它拉平不能把这个衣服给它弓起来，不能，要给它拉直，要平铺在这个衣服上。平铺以后，这里的话就继续去织我们的下针。织的时候注意一下，不要把线拉得太紧，以免把刚才那一个拉线出来的鱼尾巴给它拉拱了然后中间的织下针，织到这里只剩下1针下针，
那我们也是在这个地方，1、2、3、4，第4个疙瘩下面啊，第4台疙瘩下面这里去给它挑。大家自己挑的时候，两边的位置给它对称的啊。你第一次挑的时候在哪里挑的，你第2次的话我们也在哪里挑。如果你不好挑的话，你就给它换一根针，给它穿进去，再绕线给它勾出，或者是用钩针。好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避免这个线给它，这样子就可以拉得很直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就还要剩1针下针，我们给它织上去。好，其他的话是该扭就扭啊，该织怎么织就怎么织，就不管它。我们这里的话主要来演示鱼尾巴的编织啊，前面的引反这里的话我就不演示啊，因为都是一样的，我已经示范过啊几次了，都是重复1、2、3的去引反就行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来织反面。第1针正挑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织4针上针。好，再把线放下去，1针下。这1针我们勾出来这个鱼尾巴，我们和这1针2针并1针给它织掉就行了。好，同样的啊，这里勾出来的，跟它2针并1针给它织掉，织下针就可以。然后我们这里，你看前面已经引反了，我们到这个灯笼花这里又开始引反，所以说该引反还是继续引反，这是不变的。好，又到这里了，第1针挑，把线拉紧啊，再从上往下绕线，然后呢再织1针下针，这里第1针，这里是第2针，然后我们织了2针以后，又开始来挑这个。大家自己挑的时候，给它找一点位置啊。就是在我们第1次挑的时候的上一行。就是相对来说啊，你看我们是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就上一个位置，给它绕线勾出，一样拉长，然后继续去给它织下针。这边的话也是织了只剩下1针2针，然后又开始来挑，同样的我们给它用另外1根针去给它挑啊，两边挑的位置要一样。然后继续去织下针。第1针正挑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织4针上针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织下针。好，这里2针一起向下织，刚才这个左边的2针一起向下织的时候有点不好看啊，我们给它挑一下。我们给它后面2针一起织，不跟前面织，前面织的不好看，跟后面这1针一起织啊。然后呢，这里的话，你看可以看出来这是引反了，这里引反了，所以说这一排我们要织完，啊，就循环1、2、3啊。好，引反的前1针的话，就是全部给它前面的4针是灯笼花，给它织上针。
然后大家给它织过来啊，把它织完，织完以后呢，我们在正面给它织过来以后，再来织鱼尾巴。好，又到了这个挑鱼尾巴来了。刚才我们是留了这个2针再去挑的，像我们留3针，所以说它的规律就是第一次织1针下针，然后挑，第2次织2针下针再挑，第3次织3针啊，一直这样子去重复循环。然后跟大家说一下，刚才的话我们这边挑的时候是跟第2针一起织的，合并的，所以说就好看一点。所以说我们等一下第3次挑以后啊，也是跟这一针合并，就是跟第3针合并，好看一些。好，继续。大家的话挑的时候给它，你看，也是上一个坡，你看，对吧？就这样子。用辅助针去挑啊，挑的话就是要平整一点。你看这样子挑的就是直的。织时候织轻一点，不要去拉紧线。好，这边也留3针，1、2、3。好，那这边也开始来挑。不烦吧，要拍，看不到了吗？挑完以后的话，给它放到我们的左边针上，然后再去给它织下针。好，这个鱼尾巴的话，它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规律啊去挑。下一次的话就是织4针下针。好，反面的话我就不演示了，大家给它织过来，织到这里引反，然后还正面织过来，然后我们来织鱼尾巴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织1、2、3、4针，然后开始挑。这里挑的话，我们不能往上去挑了啊，我们回到第一次挑的地方去。你看中间这个是我们最后减针的，这个我们留了最后去挑，我们在这里挑，就是我们第一次挑的那个孔，给它去挑。好，勾出来以后放到我们的左针、右针上去，然后继续去织下针。好，这边也是给它留4针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同样的这边也是去给它在第一次挑的地方去给它穿进去，再绕线勾出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挑第4次鱼尾巴。那我们第一次是1针，第2次是2针，第3次3针，第4次的话织第4针上针啊，这个过来啊，这针下针过来以后，我们这个挑啊，你看我这次下针的话，从第一次下针的位置给它入针，大家参考一下我入针的这个地方啊，如果有哪些你觉得不好的，可以自己给它啊，就把位置啊给它自己去调一下。好，4针下针以后，然后挑一个鱼尾巴，然后我们接着织下针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留4针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这边下针的位置我也放在这个第一次啊，左边第一次下针的位置，用个辅助针来给它勾出来。勾出来以后拉长套到我们左边针上，啊，这样子是平整的，然后接着去织下针。最后一针把线绕上来织上针。反面第一针挑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织4针上针，这个是不变的。然后把线放下去，织下针。
这2针一起向下织啊。到左边的时候，这一针也跟这根线2针一起向下织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前面这里引反了，所以说这边又到了这个灯笼花这边引反，那我们就翻卷织物。第一针挑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。好，现在要织5针啊，这个引反的第一针也要算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入针。现在我们入针，我们从中间这个地方去入，你看就是鱼尾巴最后对的这一针，我从这里入针。好，绕线勾出，拉长线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。好，这边也数5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我又是从中间这里啊，给它去入。好，接着来织平针。好，这里该麻花扭了，我们就来给它扭麻花就行了。就是我们在织金鱼的时候，那其他的地方该怎么织就怎么织啊，要引反还得继续去引反，重复啊1、2、3去循环就行了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反面啊给它织过来，因为我们这里和这里已经引反完了，那我们反面全部织完，然后从正面织过来，织到这里再来，最后给弄鱼尾。好，我们这次的话就是织了6针下针过来，然后还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去给它挑啊。然后织个下针，这边也是6针，2、4、6，然后又挑一个。挑完以后，接着织下针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我们来织反面。织反面，我们织到这里来引反，反过来以后，接着我们织到这里来挑最后一次。好，我们来挑最后一次这个鱼尾巴啊。我们这里的话就是一边是7针了，然后最后一次给它挑。挑完以后，给它挂到针上去，然后接着织下针。这样子，我们整体的一只给它金鱼织完了。大家看一下我挑的，如果说有什么地方不满意的，大家自己可以调一下这个挑的这个位置啊，或者是自己挑完一只以后，下一只的话，觉得哪样挑的更好看，也可以给它，挑鱼尾巴的时候这个位置啊，给它调一下，都是可以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正面织完了，反面织到这里啊，就是灯笼花这里开始引反，又往回织啊，往回织以后正面织过来，
织过来以后，这里就是全部织搓板针了，跟前面一样。那我们第二只金鱼的话，大家自己看啊。如果你要统一，要么就是1、2、3、4、5，也是隔5个这样子，五个这样5排的这种搓板针，或者是隔8排都是可以的。规律的话都是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去织，后面的话都是一样的，我就不一一去演示了。大家的话就按照我们先前的演示方法去给它完成啊整件衣服。然后后面的话该需要演示的地方我再来给它演示。这里一定要记住啊，我们重复引反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每次正面给它织过来，然后反面织到这个第一次引反是在这个地方啊，然后呢在正面织过去，反面织过来，第二次引反是灯笼花这里，好，再从正面织过来，第3次全部织完，每次都是这样子的。鱼骨花是正面给它织花，灯笼花的话就是1、2、3次给它旋环完，就是一个灯笼花是完整的，就给它织完了。好，那我们的自己的话，自己再织一点这个搓板针以后，再来排这个金鱼啊。我的话可能会隔这样子8个，再去织。好，大家好，我现在这个金鱼的这件衣服呢，横着去编织的啊，织了1圈，一共呢是织了7只金鱼。从前面这里开始是1、2、3、4、5，第5个杠杠，以后再开始织金鱼的。然后每只金鱼呢，我们是间隔的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9个，然后再去织第2个金鱼啊。大家的话统一去给它间隔。这里的话7只金鱼以后，我是跟一个2岁左右的衣服去给它比了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样子比一下，这个大小的话7只金鱼就够了。如果是1岁到2岁的话，就6只金鱼。如果你们还想织大点，自己再去加宽啊，再加1只金鱼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从衣领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衣服的上部分的话，就是已经足够长了，所以我们挑起来只需要直接织袖子和衣服的下半身部分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本身织完是要挑边的，所以说这里不需要去锁啊，不去收尾，放在针上圈着，或者是拿根线给它圈起来，都是可以的。那这里为了方便我们后续去织下部分啊，我们先把这里的针给它一根线给它圈起来，好，就这样子给它圈起来放着。全部给它圈完啊，这里大家自己给它圈起来。圈好以后的话，我们现在开始来挑下部分啊。因为我们每排的第一针都是挑的，所以说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 V 字，我们就挑这个 V 字。好，一针一针的去挑。好，一个 V 字这样子完整的 V 字圈进去。然后把线给它套到针上勾出来，然后第2个 V 字也圈进去，线头的话放到线上面啊，一边挑一边给它压上去，好，圈进去，然后呢把这根线给它压上去。好，这个 V 字的话是非常的明显的，所以说它一个 V 字我们就给它挑1针，大家把这一圈全部给它挑完。好，圈进去以后绕线勾出，好，一个 V 字这里圈进去，好，线头压上去，然后绕线勾出，圈进去，线头压上去，再绕线勾出，后面的大家就自己给它挑完啊。好，这衣服的下摆我已经挑完了，我挑了就是一个辫子挑1针，一共是挑了193针啊。我们把193针呢给它分成3部分，那就是64余1。为什么分成3部分呢？
就是后片一份，前片一份，袖子一份。其中前片它分成左前片和右前片，所以说我们把64除以2，那左前片和右前片就各是32针。袖子它有2个袖子，所以说也是64除以2，袖子也是各32针。那我们剩下后片就是64加上余的那一针就是65针。那我们按这个排好以后呢，我们把袖子上面的32针用针线啊，像这样子给它穿起来。大家要根据自己织的衣服的大小去调，调完以后也像这个公式一样去给它分。好，大家截一下图。好，我这边的话，袖子32针已经用这个线给它穿起来了。另外一边的袖子我们也用针线给它穿起来，啊，就是把这个线用一根废线啊，把这个数啊前片32针以后，再从这边数过来，数32针，然后给它穿在这个线上面去，给它绑起来就行了。好，大家自己把这32针给它穿起来。好，这32针穿起来以后，我们就把这个线条给它绑起来啊。这个就是袖子部分。现在的话就是前片各32针，后片65针。那我们现在要织的就是给它从后片给它织过来，织了加针连接这个后片。大家如果要排花的，可以织点花；不排花的就直接反面的话织上针啊，正面的话就给它去织下针就可以了。那现在是在反面，我们就给它全部编织上针过来。好，我们织到这里来，再给它演示加针。好，织到前片这里分叉点来了，我们来加针啊，给它加6针。好，就是食指顶着这根线，然后把前面这根线给它套到我们的针上去。好，一针，你看食指顶着线，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，然后呢再连接后片。后片的话，这里反面都是给它去编织上针的啊，我们直接去织上针就行了。把这根线要给它拿上来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织反面，把线给拿上来，换一根针，这个针短了。好，去给它织上针。后片的话，我们现在不排花的话，也是反面就照织，全部编织上针。我们把后片的64针、65针给它织完，织到这边再来加针。好，我们到这边前片和后片的连接点也是一样的，去给它加6针，食指顶线，这样子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来连接前片，也给它全部编织上针啊。好，那大家的话就把上针织过来，给它全部织完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反面呢已经是织完了一排过来了，现在准备开始织第2行正面啊。在织之前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你看我们把衣服这样放着，前片明显就是长于后片，对不对？你看比它长，所以说我们在织的时候要给它把前片给它引反一点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从这边的一个前片开始啊，就是正面开始织，织到这边前片来给它引反。那现在这里的话，全部都是织下针的啊，我们给它织下针，织到这一个前片来，我们再来演示怎么去引反。这里下针的话，第1针我们都织啊，是下针，我们就直接去织下针，全部织下针过去。
好，我们知道绣下加针的这里，我们给它织的时候啊，给它轻放。好，就是织一针时候给它轻轻的放，不要2根针往两边拉，不要拉啊，就织一针轻轻的放。好，就这样子把这6针给它织，两边都是一样的啊。那边绣下6针的话，我就不演示了，大家自己还是一样的织平针，织的轻轻放下就行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前片织完了，给它连接后片，给它织过去啊。好，织到这根针的前片来。好，我们织到这边绣下了。我们说一下，前片是32针，然后绣下这里加的是6针，所以说有3针呢是前片的。那我们前片大概就是32加3 35针。那我们把35针分成7部分啊，7份，就是相当于1份就是5针。那么先把这个后片的这3针织过来，1、2、3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我们把它分成了7份，1份的话是5针。那我们把这5针织过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织过来以后，我们就翻卷织物，啊，就要给它反过来。这里的话就先不织了。每行的反面第一针，我们上挑以后把线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线，然后再向上织。这里的话我就演示一遍引反啊，后面的话还有6次，大家自己每次给它加5针过来，每次给它织5针过来啊。好，反面织上针，织到这边。这边绣下加针的地方来。好，织到这绣下一样的，先把这里的3针织到后片来，然后剩下的3针就是前面的，一共是35针，数一下。那这边我们也织5针过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给它翻卷织物，这前面的就不织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正面第一针怎么织的。正面第一针我们正挑过来不织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啊，看过来正挑，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，给它拉紧，再来绕线织第2针。好，每次正面的第一针都是这样子的，正挑不织，然后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啊。我们这里下面不需要织花纹，全部织平针的，所以说我们正面就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。我们只演示引反的地方啊，这中间正面是下，反面是上，我们就不演示。织到这里来啊，织到这里来，我们再来给它织5针过来引反。好，我们正面织过来了，我们给它演示啊，最后还有几针，我们给它织下针织完。好，这里注意最后一针是2根线，它代表的是1针，我们这里2根线就一起向下织，起到一个消行的作用啊。那这边我们就再织5针过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织5针过来以后再翻卷织物啊。下一次的话我们织到这里来，然后再向这里织1、2、3、4、5针过来，每次都是这样啊，织5针过来，织5针过来，织5针过来，一直织到没有。这里是35针，我们已经分成了7份了啊。现在我们是在织第2份，织完以后就翻卷织物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反面的第1针是怎么弄的。它是上针，所以说我们就向上挑，上挑以后把线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线。你看现在是不是变成2根线啦？所以说我们最后一针里面是2根线啊，看出来是2根线，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是最后一针。那其他的都是上针，我们就直接去织上针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反面的话我们织过来，织到这边来。好，我们反面织到这边来了。大家如果怕弄错的话，这边也用1根针圈起来啊，或
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引反的地方，最后一针它是2根线的。那在反面的话，这一针这2根线我们是从下往上去织的，织的是后面2根线啊，像织上纽针一样，从下往上织后面2根线给它织掉，这就是引反的最后一针。那这边的话也织5针过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每次都这样。如果怕弄错的，这里的话用其他的一根针啊给它圈起来。我这里用环形针，我就没有圈。好，再来看一下正面，正面第一针看它是下针嘛，下针我们就直接啊正调过来，正调过来啊，拨过来以后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，再来织下针。好，每次正面这样子去引反啊，织第一针。啊，后面的话还有这个5次，大家就自己去慢慢的5针1加的去引反，我就不一一去演示了。引反完以后，大家就直接全部向下去编织，就正常的去编织啊，就是完整的正面一行、反面一行去编织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到正面来了，我这里引反还有最后一次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好，最后还剩下一个5针，我们每次5针5针的给它织过来。好，就完成了。好，正面的引反已经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反面还有一个5针，我们从反面织过来啊。第一针是上针也要织的，是上针就直接织上，就是第一针一定要织。好，我们把上针织过来，一直织到这边来引反最后一次5针。好，我们反面的话织到最后一针来了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每次这个最后一针，我们上针都是从下往上去织这个上纽针，织后面2根线，向上织。好，最后一次5针引反完，那我们这个引反部分就给它完成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只需要啊正面、反面来回去编织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正面一直织过来，织到头，然后再从反面织过来，织到这边头。好，现在我们的就正身部分的话，就这样循环正面反面去编织，编织完我们需要编织到我们需要的长度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个金鱼的下半身的话，我已经织了差不多22厘米了，我就不织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呢，我是织到这个正面来，然后从反面我们织一行下针啊，就是全部向下去编织。一般反面我们向上织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向下去编织，编织一行这个下针，然后它正面就显示的是这个疙瘩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织这个边，这个边的话，这第一针我们都织下针啊，然后呢后面都是2针为一组，我们把第一针给它啊从下往上给它圈进去，先去织第2针的下针，织了放掉以后再来织第1针的下针。好，后面就重复这样2针为一组啊，这是点点的一个新花边啊，从第1针从下往上圈进去，然后去织第2针的下针，然后再织第1针的下针。好，就重复这样子去编织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一行给它织完，反面的话就继续去织下针，然后每次正面都是这样织的。好，还有几针我们给它完成啊，从第1针从下往上啊给它圈进去，去先织第2针下针，放掉再来织第1针的下针。好，从第1针圈过去，先织第2针的下针，再织第1针的下针。好，这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给它织下针，或者是给它减1针都是可以的啊。然后我们到了反面的话，就全部给它编织这个下针，直接去向下织就行了。每次正面都是像刚才那样织，反面的话也是像这样全部向下去织，我们就重复这2行的织法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一边的话，织这个疙瘩针的话已经织了，你看数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。那我们现在就不织了，大家自己只要知道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啊。
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织这个上下针，然后到正面去收尾。好，一针下，好，一针上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再织一针下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一针上，就按照这个顺序，一针下，一针上，一针下，一针上，去把这一行给它织完。记住啊，是在反面去织的。我们上下针在反面织，还有剩下几针，我们给它演示了啊，一针下，一针上，一针下，一针上。好，那我们到正面来就开始收尾了。第一针是下针，是下针的话，我们就给它向上去编织。是疙瘩就代表的是上针，那我们就向下去织，然后把线从针下面啊给它放下去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是辫子就是下针，我们就向上，把线从针后面拿上来，再来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是疙瘩就代表上针，我们就向下反着来啊。是上就向下，把线从后面放下去，再绕线勾出。是下就向上，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再来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是上针就向下，把线放下去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这个就是上下针收尾。那大家就按着这个上下针收尾法，把这一行全部给它收完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收尾收到最后还有几针啊，我们来给它再演示一下。是辫子，我们就向下，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然后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是疙瘩，我们就向下，把线从后面放下去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辫子向上，线从后面拿上来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，套过第二针。好，向下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好，收完以后，把这个最后一个线圈拉长，然后断线，线条从最后一个线圈里面拉过来，拉紧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线头用大鼻针圈起来，把线头藏起来。大家可以先织这个把它这个弄完了以后，可以先织袖子，也可以先挑这个门边，都是可以的啊。我们这里的话，来先织这个袖子。好，像这样子把这个线头藏起来以后呢，我们就断线。好，这个一边就完成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织袖子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一边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来织袖子。这是袖子上面这个线圈圈起来是32针，那织袖子有点小了啊。我们先把这个圈在这个线条上面的32针，给它平均圈在3根针上去，这样子圈起来。好，全部圈起来以后啊，我们等一下再来挑针。好，我们这32针圈好以后，我们把它翻过来啊，把这个袖下对着我们，这袖下我们加的是6针，那我们挑中间这一针啊，给它圈进去，然后把这个线给它套到这个针上勾出来，从这边去给它挑3针，一边挑把线头给它压上去啊。好，然后这个过渡的地方比较大，我们去给它加2针起来，挑2针起来啊，1针。自己挑的时候看好位置，挑如果有个大洞就不行，挑的地方挑出来没有洞的就很好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我们这里把这32针，我们平均啊，在4针里面去给它加1针起来。这里的话全部都是织下针的。好，织了4针以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在2针中间这里有2个杠杠，就是有一个孔孔，我们从这里圈进去，去给它织1针下针起来。好，就相当于织了4针加了1针，那我们把它加完，差不多就是加了8针了啊。
那我们接着1针、2针、3针、4、5，哦，4针啊，4针给它去加1针。好，后面又织4针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又是在这里，你看一下，2针中间这里有2个杠杠，我们从这个2个杠杠中间穿进去，然后绕线勾1针出来。好，大家就按照这个规律，织4针下针去给它加1针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这里32针就是织4针，然后挑1针。这里的话我们挑完了啊，然后挑完我们数一下，除去这里的3针，然后那个过渡了2针，那我这里5针除开，那这里的话平均加完就是40针，要数一下。那这里的话过渡的地方我们也挑2针起来，两边要对称啊，我们也在这里给它挑2针。然后袖下这里有3针，我们去给它挑起来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就是挑完了，5加5 42，52针，那总共就是52针。然后我们就圈织，给它织个6到8圈都可以啊。如果你想要那个袖子啊，就是粗一点的。肥大一点的，那你就织8圈再来剪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圈织全部织下针，去给它织个8圈再来剪针。那这里8圈我就不演示了，大家自己完成。好，我们这个袖子我已经织了完完整整的8圈了。那现在我们开始来剪针。哦，刚才我数错了啊，我们算错了。我这里挑完一共是50针。大家如果说小孩子，这衣服比较大，你们一定要多加点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开始来收针。先从右边开始啊，这边3针，我们就2针并1针，然后中间织1针下针，这是中心点。然后第1根针上的啊，第1针我们也把它当做中心点。然后第2针和第3针2针并1针，这样子就是右边和左边各剪了一针，对吧？一次性就剪2针啊，以这2针为中心点，右边和左边各剪1针。那我们呢，也可以6圈剪1次，也可以8圈剪1次。大家主要根据你自己挑的这个衣服的袖子的袖圈的大小。如果你觉得小了，你就多织8圈啊，织8圈剪1次就行了。如果你织的挑的这个针数比较多啊，那你就给它6圈剪1次都是可以的，按照这个规律啊，一直给它剪下去啊。我们剪的话，大概就是把这个袖子啊织的跟衣服比这么长啊，能剪多少次我们就剪多少次啊，就8圈剪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，我们能剪5次就剪5次。然后剪了以后，在袖口再来织这个花纹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演示。这里剪针我就不一一去演示了啊，你们只要记住，每8圈剪1次针就行了，1次剪2针。这个规律的话，自己去给它排好就可以了。两边的袖子的织法是一样的，另外一只袖子我也不演示了，是跟这个袖子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一只袖子已经完成了，那我们就是给它圈织，全部织平针啊，然后找一个中心点，就在这个袖下里啊，2针为中心点，左右两边剪针。我这里一共剪了7次，每次都是隔6圈第7圈去剪的。那这样子剪完以后的话，我们就到了袖口这里啊。袖口这里呢，我们是给它先织1圈上针，把线拿着啊，先全部织1圈这个上针。
好，这一圈上针给它完成以后，我们再来给它织点点针。在织上圈之前，大家一定要数一下我们的针数。我们这个针数要是双数针啊，我这里是36针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一圈上针全部给它织完成以后，再来织点点花。好，我们这个一圈的这个上针已经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在袖下这个地方啊，开始来织点点花。每次都是这样子的，一圈上针，一圈织点点花。点点花的话是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啊，2针为一组。从第1针这里穿过去，好，然后我们先去织第2针的下针，好，就这样子正常去织下针。织完以后，把第2针先放掉，再来织第1针下针。好，2针为一组，重复去织。从第1针啊，从下往上，从第1针这里穿过去，然后先去织第2针下针，再来织第1针下针。来，简单来理解的话，你看，就是把第1针和第2针，看，这是第2针对吧？从第1针这里穿过来，穿到前面来，就是给它兑换的一个位置啊。我们先去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。好，就重复这样子去织啊。从第1针穿进去，从下往上这样子穿过来，然后把第2针的正常去织下针。织好就给它放掉，再来织第1针。从下往上，从第1针这里穿过去，好，先去把第2针下针织了，放掉，再来织第1针。从下往上，把第2针下针织掉，然后再织第1针。从下往上穿，去织第2针下针，放掉，再来织第1针。好，那我们后面2根针都是这样去织的啊。大家就织一圈点点花，一圈上针啊，重复这样子去编织就行了。那织数这个疙瘩有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我们再织一圈上下针，再来收尾。到时候我们再来演示，大家自己把1、2、3、4、5啊，这样子5圈疙瘩给它完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织了1圈上、2圈、3圈、4圈，这是第5圈上，就是1圈上，1圈点点针，1圈上，1圈点点针，1圈上，1圈点点，1圈上，1圈点点，1圈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织这个1针上1针下啊，这样子我们织1圈上下针。第1针我习惯织下针，那第2针把线绕上来就织针上针，然后把线放下去织1针下针，把线绕上来织针上，好，线放下去织1针下。那我们就按着1针下、1针上、1针下、1针上、1针下的顺序，把这一圈给它完成，再来收尾。好，我们1圈上下针织完，然后我们来收尾啊。第1针是下针，我们就向上，把这个针放到线下面去，向上穿，绕线勾出。第2针是上针，我们就向下，然后把线从针后面放下去，然后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下针向上，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然后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上针向下，把线从后面拿下去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。当这根线在下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向上穿，把线拿上来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。当线在针上面，我们就向下穿，把线放下去，绕线勾出。那我们就按着1针上1针下这样子的规律，把它全部收完就可以了啊。这里的我就不全部演示了，大家按上下针的收尾法给它完成。好，我们收到最后还剩下1针了，这里是上针，我们就向下，然后就断线，给它线圈拉长点啊，断线，然后这个线桥从这个线圈里穿过来，拉紧就行了。然后跟第1针的话有一点空缺，我们到时候长线的时候给它
藏进去就行了啊。好，再把线头给它藏进去。大家把它圈到大鼻针上去去藏的话，就更好藏一点啊。就这样子，大家自己去给它藏进去就可以了。袖子织好以后，我们就来挑门边织。这里说一下啊，我们有分上部分和下部分。然后所以说两边要对称。比如说我们这边上部分挑了多少针，这边上面也要挑多少针。这边从这个麻花纽这里往下挑了多少针，那这边从麻花纽到这里也要挑多少针。那我这里的话是麻花纽这到上面这部分我是32针，然后全程都是挑4针空1针的。这里我数了一下啊，如果我这边是32针，这边的话有多了几针，我们到时候给它去减掉。先呢，我们就把这些在线条上圈的这些针，去给它这样子圈到针上面去。好，先全部圈到这个针上。这里我们没有锁针啊，我们圈的线上是一样的，免得我们去挑。好，大家要数一下自己这里是多少针。像我们这里的话是40针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这里只要32针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有多8针，到时候我们再要减掉的啊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就从这里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正面，从上往下到了这里，我们就从麻花纽这里开始就往下去挑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就采用挑4针空1针啊，这样子去挑。先把针圈进去，然后把线给它套到我们针上去，勾出。好，相当于侧面看一个 V 字去给它挑1针，线头给它一边挑一边压上去，2针，看一个 V 字，3针。从孔孔这里看，大家可以看出来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洞一个洞一个孔的圈进去。好，这样子就是1、2、3、4针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空一个孔孔挑，就是这个孔孔我们空掉不挑，然后到下一个孔孔去挑。好，相当也是这侧面的话去看，就是空了一个 V 字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组，大家后面就自己去完成。这一针我们就算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，然后这个孔孔空掉，到下个孔孔去圈。你看这个孔孔我们不挑了，空一个孔孔。好，接着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。好，空一个孔孔，这个孔孔不挑，到下一个孔孔，到这个孔孔去挑。好，那就按着这个规律啊，然后呢，两边这里要一样多，我这里是52针，那你这里也要挑52针。
你只能多不能少啊，大家就按这个规律去挑。好，我们挑起来了，数一下针数是正确的，我们就直接来在反面全部去织下针啊，像这样子全部向下去编织。我们这里用的是4.0的啊棒针去给它织门边。大家如果说你挑的时候，就说还差针，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空缺，就不是我们挑4针空了一针这里吗？那我们就去给它啊，把这根线看在这个空缺这里，把这根线给它挑起来去加啊，这样子我们就加起来，再来织下针。都如果你差几针，你就去挑几次啊，在空缺的地方给它平均去加起来。如果不差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去织，像这样子织平针，全部织下针织过来。知道这个我们上部分的话，因为我们那边如果说挑的是32针的话，那我们这边40针就多了8针，那我们平均把那个8针给它减掉。好，现在我们织到上部分了啊，然后我们就平均把这样子给它2针并1针，一共减8次，给它收掉8针，也是全部织一圈这个下针过来。好，减了2针了，大家自己平均去把这个8针给它减掉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我们针数确定好以后啊，两边都是一样的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正面织点点花，每次都是反面全部织下针，正面来织点点花啊。从第一针从下往上啊这样穿过来，然后呢先去给它织第2针下针，好放掉，再来织第1针下针，2针为一组。从下往上，从第1针穿过去，先去织第2针下针，好，再放掉，然后再织第1针下针，从下往上穿进去，先去织第2针下针，好，再织第1针下针，好，这样2针为一组，大家自己给它完成。反面织下，正面织点点花，这样子我们织了有1、2、3、4、5，也是有5个啊，这样子的点点花，我们就来收尾。好，现在我们门边的话，我现在正准备织反面，反面我们是全部向下织的嘛，是在织第3次的往下织啊。你看现在已经有2组这个点点花，对吧？那现在我们是在往下织第3个。在织之前我们要挖扣眼啊，先把这个记号扣给它就做着固定。首先我们固定上下2个啊，就是一上一下，我们先在这里给它做个记号，这是我们挖扣眼的地方。然后在中间找到中间点做个记号，然后再是2个记号扣的中心点，这上面2个记号扣的中心点啊，我们把这里找到以后给它挂个记号啊。如果没有记号扣的话，我们挂一根线。那现在我们开始在这个反面这里全部织下针的这一行啊，这是第3次全部织下针的这里，我们去给它挖扣眼。好像这里我们这里2针给它做了记号了，我们就给它2针并1针给它织掉，然后去给它加1针，好，就是减1针加1针，这个就是扣眼挖好了。然后我们接着去织下针，全部向下去编织。我这里就数了，大概就是隔一17针啊，17针，然后又是2针并1针，
就是记号扣的地方2针并1针。好，这里减了就继续去加1针，后面就继续去织下针，就相当于减1针加1针这个扣眼。那这一行下针，我们就把这记号扣的地方就给它这样子加1针减1针织完，然后到正面再来织扣眼的部分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扣眼，我们来织掉。这个扣眼的话，我们就让它向下一点啊，我们就先加后减。好，剩3针下针。好，它做正面的话就是点点针了，从第1针从下往上给它圈进去，先去织第2针下针，然后再织第1针下针，2针一组2针一组的去织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扣眼的地方，我们也这样子从下往上圈进去。好，先去织第2针下针，再织第1针下针。好，扣眼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如果大家想要扣眼紧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把线给它扭一下从后面那根线去圈。好，就是这里看一下，我们可以从这根线不行，这里圈不了，还是正常的去编织，从下往上圈，先去织第2针下针，再来织第1针下针。好，扣眼这里就是这样的，有个洞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扣眼。那这里的话，大家就按这个去织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织1、2、3个点点了。然后反面再织一盘下就4个，正面织过去，反面再织过来，然后我们就来收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，我这里已经是在织第5次这个下针了，在正面的话，我们就有数5旁这个点点花好，织完，我们到正面来数一下，就这样子数。1、2、3、4、5，第5次在针上。那我们这时候就来收尾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就因为我感觉这个边这个宽度已经够了。如果你织的紧，你觉得不够，你就再织1行上下针然后我们再来收尾。这里的话，我就不织上下针了，直接来收尾。我们把第1针我们向下织。第2针我们就向上，然后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再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套个第2针。好，线在针上，我们就向下，把线从后面拿下去，再绕线勾出，就是在正面收尾好，线在下面，我们就向上圈，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再绕线勾出。好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。线在上面，我们就向下，然后把线从后面拿下去。然后再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。上下身收尾的话，它们方法是一样的这里收尾的话，大家注意松紧，不松不紧的状态是非常好的，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。一边收的话，大家就是一边这样子拉一下太紧了，我们就给它自己稍微放松一点点。好，大家就按着这个规律给它全部收完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收到最后还剩下几针，向上，线在上面我们就向下，线在下面我们就向上。好，这里我们就收完了。最后一针我们把线拉长，然后剪断线，把这个线条从线圈这里穿过来拉紧，然后我们再长线。
这里的话，我们用大鼻针啊，把这个线头我们穿在这个大鼻针里面，然后到里面去给它藏线，藏到衣服里面去，藏到衣服里面去啊。就按着这个花纹去藏就可以了。就一直这样子按着这个针目去藏。藏完以后我们就断线，然后把衣服上所有的线头都藏好。藏好以后我们就来缝扣子就可以了。这个衣服吧我们就完成了啊，我们来缝扣子。我们现在来缝扣子，我已经缝了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了啊。然后缝最后，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缝的话，你看这个边是扣眼的地方，我们从扣眼这里啊把它对折，好，从扣眼这里穿过去，然后找到位置以后按着，然后我们在这边给它固定起来，把针线固定起来以后，好，再来缝扣子，从这个扣眼里穿过去，好，再给它来回的去缝合啊。我这里用的缝线是我们织毛衣的这个线，里面有一根这个纱线的，我们把这根纱线给它扒出来，然后我们来缝扣子就可以了。这个纱线是很牢固的啊，我们缝个3、4趟，缝个3、4次的话，然后我们就在反面就给它固定起来，然后长线。藏完线我们就给它断掉就行了，然后我们找到扣眼的地方给它扣上去。好，那这件衣服我们就完成了啊。这个5岁左右小孩子都可以去穿，